到杨奶爸远赴日本照顾大熊猫蛋蛋，才明白国内饲养员专业性有多强。眼前这只老态龙钟的大熊猫，就是28岁高龄的蛋蛋。旅日23年的他因身体原因，已经5次推迟回国。近日，中心派杨奶爸等专家前往日本，和当地兽医一起研究接下来的治疗方案。相信蛋蛋的心脏病很快就能得到缓解。要知道，杨奶爸的饲养经验非常丰富，当初上野动物园的七肠梗阻术后恢复，以及蔓越莓脚上的血管瘤恢复，都是杨奶爸负责照顾的。如今小家伙们的状态都非常稳定，七每天干饭嘎嘎香，脸蛋肉乎乎的，而蔓越莓已经可以四处溜达着玩了，也逐渐有了身为爸爸熊的威严气场。此外，杨奶爸还是照顾小奇迹的兽医。先前小家伙还不太适应新环境时，杨奶爸、王奶爸等人几乎天天守在一旁。或许是和这2位奶爸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小奇迹安全感满满，高兴地在地上打滚，就连走模特步时嘴角都还挂着灿烂的笑容。可见饲养员好不好，熊是能感觉出来的。杨奶爸从业熊猫饲养几10年，完全把滚滚们当成亲生孩子对待。因为蔓越莓吃东西太急，容易噎着，杨奶爸就把胡萝卜切成条喂给他。没曾想蔓越莓一口咬住好几根，生怕被别熊抢食的，照样容易噎到。守在一旁的杨奶爸就赶忙上去拍背，但因为蔓越莓太重，奶爸脸都憋红了，才终于帮倒霉的熊孩子化险为夷。此外，杨奶爸还照顾过英雄父亲盼盼。盼盼有100多个子孙，占据圈养种群的1/4，是当之无愧的功勋大熊猫。晚年的盼盼患上了老年疾病以及皮肤癌，杨奶爸虽不负责照顾他，但每天都会来看望，像老朋友一样陪伴着盼盼，和他聊天说话。跟普通话有点怪吧？这边咱奶奶，我看牙齿，我看你的院子里边草杂草都长起来了。晚上的时候出去多走一下，你光顾着吃。想必中心派杨奶爸前往日本，就是对蛋蛋最好的安排吧。如今28岁高龄的蛋蛋身患心脏病，孱弱的身体无法承受长途跋涉和颠簸，因此他已经先后5次推迟回国日期了，并且由于身体原因，蛋蛋无法进食竹子，饲养员只能将流食和药物混合后喂给他。而乖巧懂事的蛋蛋也一直积极配合治疗，每天清晨会迈着缓慢的步伐在院子里散步。相信在杨奶爸等人的悉心照顾下，蛋蛋的病情定能得到缓解，安安稳稳地度过熊生每一天。真相啊，花花不适合野外生存的原因，竟和干妈陈圆润传授的3招秘籍有关。第1招掩耳盗铃式躲雨大法。这天活动外场突然下起了大雨，别的小熊都是第一时间躲到屋里，只有花花和干妈还在木架上待着。看到陈圆润女士把头埋在下面，花花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心想难道这才是避雨的正确方法？最后他选择了相信干妈的亲身示范，有模有样的学着对方把头埋到了下面，坚信只要脸没被淋到雨就不算被淋到。可以说这种顾头不固定的躲雨方式在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相较之下二狗就显得聪明多了，就算是踩着妈妈的头也要去棚子下躲雨，母子俩谁也不让着谁，还为此大打出手。难怪网友都表示花花和圆润才更像母女。第2招坚信果果会飞到自己嘴里。每次幼年园的奶爸掉猫时，别的小伙伴都立马上前抢吃的，只有圆润呆呆地坐在原地张大嘴，静静地等待小苹果飞到自己嘴里。结果半路杀出好姐妹淼淼直接被抢走，而花花跟干妈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每次谭爷爷掉猫时，花花也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张大嘴巴，等着小苹果飞到自己嘴里。毫无疑问，果果最后都填进了二狗肚子。第3招迪拜式炫饭。众所周知，陈圆润女士吃笋只吃笋尖，每次圆润干饭都是坐在笋堆里，而这仅仅只是她一顿饭的量。小时候的花花就坐在干妈旁边，有模有样的学着圆润只吃笋尖，然而干妈都已经炫了10根笋了，花花连1根都没吃到肚子里。长大后的花花还是继续迪拜式吃饭，但速度较之前可是一点都没提上来。幸亏有谭爷爷给他开小灶，要不然花花身高和体重都得不达标，这恐怕他的学历最高也就到幼儿园。而每次开饭时，谭爷爷都会投喂给大孙女一堆笋，但每根花花吃到嘴里的也只有1小口，这大概就是女明星的保养法则吧。不过网友完全不用担心浪费现象，毕竟圆润可是生了个饭扫光的千金。当花花在一旁安安静静的剥笋时，二狗看到后就会立马上前夺走，管他什么笋尖笋根，饿急眼了他连笋皮都吃。有时候花花都把吃的放进嘴里了，二狗也要过来熊口夺食。女明星被气出猪叫也于事无补，只能说就凭花花的战斗力，幸好有谭爷爷照顾和弟弟小叶子陪伴。花姑奶爸到底有多爱他的萌儿？这天小萌兰蜷缩在没人的角落里，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她趴在石头上，一直在换着动作，想找个舒服的姿势。发姑奶爸注意到萌儿情绪低落后，立马端着她最爱的盆奶赶来。奶爸先是把奶放在远一点的位置，示意小萌兰过来，可萌儿只是看了对方一眼，然后不舒服的低下头去。发姑奶爸心疼的上前摸了摸她，萌儿看到最爱的奶爸后才动了动，她撑着身体想向对方挪去，但实在没力气，只好换个姿势趴在石头上。发姑奶爸把盆奶端到萌兰面前，耐心的哄着想让她喝一口。萌儿看了眼盆奶，舔了舔嘴巴，
努力的撑起上半身，摆了摆小手，似乎在告诉发姑奶爸自己不想喝，然后又难受的趴在了石头上。奶爸满眼担心，轻轻的摸着萌兰的脸，萌萌儿就这样静静看着对方。见小萌兰迟迟不愿喝，他把盆奶放在一边，温柔的摸着亲儿子的大脑袋。萌兰则是乖乖的享受和奶爸在一起的时光。发姑奶爸握着萌儿的爪子，示意他站起来，可任凭奶爸怎么说，他都一动不动。无奈他只好蹲下来陪着小萌兰。这一次，萌儿用爪子抓着奶爸的胳膊，看得出他很想让对方陪陪自己。萌兰用嘴巴轻轻咬着奶爸胳膊。大熊猫虽然不会说话表达情感，但只要有最爱的人在身旁就会心安。发姑奶爸心疼地望着萌儿，任由他咬。他明白亲手养大的孩子绝不会伤害自己。萌兰担心会咬疼奶爸，不一会就松口。发姑奶爸又摸了摸他的大脑袋，好像在跟萌儿说，听话跟我回屋去做检查。他走到萌兰面前，想把她抱回屋里。萌儿也很乖地把爪子搭在奶爸身上。此时的小家伙体重已有近100斤，发姑奶爸有些吃力地把他抱起来，之后走过长长的路，一刻都没停歇。小萌兰乖乖地趴在奶爸怀里。万物有灵，大熊猫同样有着丰富的情感。由于大熊猫的天性是独居生活，这或许就意味着在他们一生短短的20-30年里，最值得信任的就是朝夕相处，照顾自己的奶爸奶妈。只希望每一只熊猫宝宝都能遇到最好的饲养员。生大熊猫是怎么生活的？这是大雪纷飞一天，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了洞穴附近的一片树林，看来今天是准备教小家伙爬树。望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大树，熊猫幼崽刚开始很害怕，甚至还掉了下来。熊猫妈妈把小家伙抱在怀里，满眼温柔地鼓励着他。爬树是大熊猫的生存技能，在野外关键时候能够躲避敌害。而听话的幼崽也选择再次站到树底下，准备向上爬时，他还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得到妈妈眼神鼓励后，小家伙开始勇敢地往上爬。这时熊猫妈妈一直在下面注视着幼崽，做好了随时接住小家伙的准备。天空中大雪纷飞，熊猫幼崽努力地向上爬着。等到爬了一半时，由于位置太高，小家伙被吓得瑟瑟发抖，但想到有妈妈保护自己，他也没那么害怕了。休息了一会后，不想让妈妈失望的他继续往上爬。最后小家伙成功爬到了树顶，在高处欣赏了不一样的风景。熊猫幼崽开始慢慢下来，黑白相间的团子在一棵高高的树干上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家伙平安下来后，熊猫妈妈格外开心，抱着幼崽亲个不停。此外，考虑到熊猫的天性是独居生活，有时熊猫妈妈为了训练幼崽，还会把小家伙独自放在野外，然后自己到附近的地方觅食。只见小家伙乖乖地坐在树下等着，时不时抬头看看妈妈回来没有。意识到在地上不安全的他，想到妈妈平时教给自己的爬树技能，于是爬上了高高的树枝。为了不掉下去，他牢牢地抱着树枝。大雪几乎要把小家伙覆盖住，而他也终于看到地面上那个熟悉的身影。于是幼崽赶紧下树奔向妈妈的怀抱。谁料不知道是小家伙已经和雪一个颜色，还是熊猫妈妈近视眼没看清幼崽。不过好在小家伙及时回头跑在了妈妈前面。就这样母子俩开心地回家了。而大熊猫在野外无忧无虑的生活，真正让人们看到了岁月静好。的确，熊猫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化，也不是为了在动物园取悦人类。真正的熊猫应该生活在它的自然栖息地里，在那个经风雨见世面，在那里觅食，在那里寻找伴侣，在那里追求爱情，在那里生，在哪里死。这是对生命的仁爱的一种理解。你以为巧克力熊七仔是地主家傻儿子，可人家早就悄咪咪娶了5个老婆，生了3个娃。大老婆正正，大耳朵小鸟型黑眼圈，浓眉大眼标准型美妞，人称郑贵妃。当初七仔和正正谈恋爱时，无论刮风下雨，就算下着鹅毛大雪，他都会趴在窗口准时赴约。虽然这小子表面是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但内心真正喜欢的就是正正这样的辣妹。自从看到脾气火爆的正正徒手劈树后，七仔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成功把老婆追到手后，七仔还是会像个痴汉一样望着对方。两熊还成功育有一子，取名八仔，又叫菜包子，并且七仔在正正面前完全是个帕尔多。每次老婆训自己时，怂怂的他一声不敢吭，就算是正正薅他的毛发，他也不敢生气。然而别看七仔这时候老实本分，但一点不耽误他背后勾搭别的大美熊。没多久，这小子又娶了2老婆猪猪，就是之前爬树翻墙准备越狱的那只。幸好猪猪比较听奶爸的话，乖乖下来。猪猪，来下来，猪。两熊育有一子，取名秦华，又叫小口罩。不得不说，七仔真是疼孩子，把墨都留给小口罩了。可即便有了孩子，也没耽误他讨3老婆。而老3正是金虎曾经的未婚妻勇勇。要知道，金虎对他可是格外喜欢。当初看到奶妈给勇勇录庆生视频时，金虎直接发挥话痨属性，甜言蜜语跟对方说个没完。可不知怎么最后惨遭七仔横刀夺爱，真是傻熊有傻福。虽然最后勇勇生下了孩子，但仔却不是七仔的，而是隔壁2郎的。伤心不已的他扭头娶了4老婆，
那年13岁的七仔爱上年轻漂亮的安安，两熊成功入了洞房，还生了女儿全孕。此外，七仔还有只心上熊名叫梦梦，每天看到女朋友一露面，他就屁颠屁颠跑出去谈情说爱，趴在窗口变着花样跟人家表白。而梦梦也跟七仔两情相悦，他还曾隔着铁栅栏偷亲过对方，并且亲完后就一脸娇羞的走了，独留七仔在原地回味刚才的甜蜜。就是直脾气的七仔得罪了老丈人阿宝，这天阿宝只是教训了他几句，谁料不爱听的七仔直接隔着铁窗把老丈人的耳朵咬劈叉了。气得阿宝立马告诉闺女梦梦，七仔这小子六亲不认，不要再和他谈恋爱了。而梦梦也听老爹的话，任凭七仔在隔壁喊得撕心裂肺，他都不搭理。而七仔也不必伤心，相较于8岁的萌兰还是开朗大男孩，有儿有女的七仔已经是熊生赢家了。大妈妈带娃到底能有多懒？一开始程大还在尽责的给仔仔喂奶，然而母慈子孝的场面还没持续多久，程大妈妈的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只见她一脸疲惫的仰天长叹，然后猫猫碎碎偷瞟了一眼外面，确定奶妈不在后，直接开始摆烂。程大丝毫不顾怀里正在喝奶的仔，嗖的一下直接躺到了地上。这下他是舒服了，可幼崽都快急哭了。喝不到奶的小家伙疯狂扑腾着小手，谁料程大竟闭上了眼，准备美美睡一觉，并且还很自然的把脚搭在孩子身上。仔仔不停挣扎着，程大妈妈才把脚抬起来，四仰八叉慵懒的打了个哈欠，然后准备进入梦乡。此时小家伙在旁边哼哼唧唧，想引起亲妈的注意，可程大理都不理，心想别耽误老娘睡觉。没曾想却被奶妈发现了他偷懒带娃。更搞笑的是，幼崽听到奶妈声音，似乎知道救兵来了，委屈的大叫着。程大这才不情不愿地把娃抱起来，放在怀里，敷衍地舔了几下就松手不管了。原来在大熊猫的脸上真的能看到生无可恋几个字，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偷懒带娃被奶妈抓住。这天程大和幼崽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睡梦中的程大好像听到了脚步声，他连忙起身查看是不是奶妈来了。只见程大待在原地不停地观察，心想以前这个点奶妈都把盆盆奶端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后，他守着眼前正在睡觉的饭票，然后程大一直望着奶妈会出现的方向，想着对方手中美味的盆盆奶，他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而经过了3分钟的漫长等待，程大才终于听到奶妈的脚步声，于是他赶紧抱起幼崽，假装在好好带娃，说不定奶妈看着自己如此辛苦的份上，还能把今天的盆盆奶翻倍。谁料程大还没把娃抱到怀里，就被奶妈无情拆穿了。见对方识破了自己的如意算盘，程大索性不装了，直接摊牌，立马丢下还没爆热乎的崽，奔向美味香甜的盆盆奶。可怜的娃就这样被他当作筹码交换了出去，只能说程大妈妈真的是靠子女过上了吃喝不愁的生活。眼前这只超大一坨的小熊就是肉姐，这体型说是别熊的妈妈都不过分。但别看肉肉个头大，脾气却特别好。由于小家伙整只胖乎乎，特别厚实，导致其他小熊都喜欢把它当成肉垫。这天肉姐正在趴在地上感受天地之灵气，谁料却被小伙伴一屁股坐在身上，气得肉肉龇牙咧嘴，骂骂咧咧。但他也只是自己生胖气，绝不会动手。谁料转天他又被别的小熊当肉垫踩，只见肉肉都快被踩成松尸了。好脾气的他还是选择了默默忍受，虽然想握起拳头揍熊，但还是忍了。或许是因为没见过肉肉发脾气，导致所有要从他身边经过的小熊都要踩在肉姐身上才肯过去。有的小伙伴则是看着他软乎乎的，干脆直接趴在肉肉身上睡觉。而好脾气的肉姐顶多也就翻个白眼。不仅如此，被其他小熊胖揍时他也不生气。这天弗莱和肉肉在木架上大打出手，被完全压制的肉姐一开始还反抗，但眼看打不过他就赶紧溜了。而除了脾气好，肉肉还特别爱美。当他在木架上玩时，看到眼前漂亮的花花，肉姐用嘴巴轻轻摘下一朵，凑在鼻子边闻了闻，然后小手拿着花开始往耳朵上戴，可戴了好久都没戴上去，最后花花还掉了。肉肉一脸失望，扭头又摘了一朵，但这次他没往耳朵上戴，而是直接吃了起来。最后肉肉趴在木架上，一直在欣赏着美丽的花花，毕竟哪个女孩子不爱美呢？而为了管理形象，肉肉还曾拿着抹布擦过脸，可就是这抹布比她的脸还脏。只见肉姐一直在脸上抹来抹去，面对眼前美味的笋笋都不吃一口，最后成功把自己擦成了小棕熊。可以说只要不抢肉肉手里吃的，肉姐都是一副温柔可爱的模样。而所有小熊也都清楚这一点，因此每次到了饭点从不会出现你争我抢。只见肉肉坐在小伙伴们的前方，就像接受群臣跪拜的大姐大女王。可就是其一没意识到这一点，嘴馋抢了肉肉嘴里的小苹果，最后被肉姐抡圆了胳膊揍出了狗叫。只能说千万别惹肉姐发脾气，否则就会知道拳头能有多痛。如此可爱的肉肉，网友们爱了吗？直到看见爱宝给福宝喂奶，疼到一度喘不过气也不舍得打断，才明白世间的母爱到底有多伟大。这天福猪猪趴在爱宝怀里大口吮吸着，此时的他已经2岁多了，体型都快赶上了妈妈。可福宝还是从前那个饿了找妈妈要奶喝的小孩，但如今福猪猪巨大的吮吸力导致爱宝疼到一度喘不过气来。可即便如此，他也不舍得打扰福宝，
只见爱宝一会疼得望向天空，一会趴在福宝的身上缓解疼痛。他轻轻地把头靠着女儿身上，摸了摸福宝的脑袋，示意他不要着急，慢慢喝。而福猪猪的饭量也很大，喝了很久都没有停下。一旁的江爷爷看到这一幕，心疼不已，提醒乖孙女妈妈很累，不要喝了。要知道福宝从小到大都没有喝过盆盆奶，所以2岁的小家伙体型都快赶上了妈妈。虽然爱宝经常追着调皮的福猪猪满院子跑，但辛苦怀胎生下的孩子他又怎会不爱？并且爱宝似乎天生就会带孩子，所以他才会把福宝照顾得很好。 그러면서 하나 둘 자기가 누가 가르쳐주질 않았는데 어떻게 아기를 챙겨야 되는지 이런 걸 터득해가는 모습이 정말 경이로웠습니다. 在小家伙出生1个月左右的脆弱时期，爱宝更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为了照顾福宝，他可以好几周不吃饭，甚至可以24小时抱着孩子一动不动。 거의 한 2주 이상, 3주 정도를 전혀 먹지 않고 아기를 24시간 절대 떼어놓지 않아요. 몸 밖으로 내려놓거나 떼어놓지 않습니다. 계속 24시간 안고 있기 때문에 화장실도 안 가고 먹지도 않고 그 정도로 아기를 돌볼 정도로 모성도 아주 강한 친구입니다. 爱宝经常把小福宝抱在怀里，怎么亲都亲不够，即便睡觉时他也会保护宝宝。 知道福宝最喜欢和自己玩乘飞机，所以只要小家伙醒来，爱宝就会陪他玩。 장난치는 거는 엄마랑 놀아주는 거? 엄마가 비행기 태우고 같이 노는 걸 되게 좋아하거든. 当调皮的福宝爬上很高的铁门下不去后，爱宝看到后会立马赶来护着小家伙。福宝小时候玩秋千时，爱宝担心他摔了，还会一直在旁边贴心扶着。而福猪猪自然对妈妈爱宝很是依赖。在他独立生活的第1天，不适应的福宝变得格外安静，一直坐在地上看着门的方向，期待妈妈出现。当看到爱宝的那一刻，福猪猪喜出望外，立马跑到妈妈面前，对着她又亲又抱。爱宝更是连美味的竹子都不吃了，抱着福宝又开始给他做标记，然后母女俩面对面坐在一起。爱宝摸着女儿的大脑袋，还亲了亲福宝。后来回到那场，爱宝以为又要和女儿分开了，但当看到福宝在房间里吃竹子时，他立马奔向对方，然后紧紧抱着女儿。 就这样，爱宝抱了福宝很久很久都不撒手。母女俩分开后的第2个晚上，爱宝想福宝想到整夜失眠。白天，他爬上女儿从前最爱待的木桩，仔细闻着小家伙留下来的味道。但小孩总有长大独立生活的那一天。好在爱宝在有限的相处时间里，尽可能教会了福宝全部的技能，也相信未来的日子他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断了，蒙兰会越狱原来是那个旅人教的。江左梅梅江湖人称吻熊狂魔，凡是由他带大的小熊一律没有初吻，萌儿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江左梅梅虽然夺走了蒙兰初吻，但却教给小家伙一项无敌技能。小时候的萌儿全然不知什么叫越狱。这天他趴在墙上望着上面的美奶妈，奶妈见状抓着蒙兰的手把他往上拉，只见小小的萌儿慢慢向上移动。然而等到快要到顶的时候，美奶妈又把他放了回去。尝到甜头的蒙兰哼哼唧唧，开始向奶妈撒娇把自己拉上去。谁料江左梅梅直接松手了，萌儿一个没站稳倒了下去。他生气的起来，小手拍打着墙面。而看到奶妈伸出手后，蒙兰迫切想抓住，结果因重心不稳又摔倒在地。不放弃的萌儿再次挣扎着起来，在奶妈的鼓励下，他终于抓到了对方的手。这一次，美奶妈抓着蒙兰的小胳膊往上拉，萌儿疯狂扑腾着小腿往上爬，结果还没看到上面的风景，奶妈就想把他放下去。蒙兰说什么也不愿意，美奶妈无奈只好把他抱上来。萌儿开心的坐在窗台上，而这也成了他熊生第1次成功越狱。然而蒙兰不光学会了爬墙头，还学会了扒门缝。这天科大科小正在睡午觉，只有自律的蒙兰在偷偷练习腹肌，结果一转头正好看到了美奶妈，萌儿立马倒腾着小腿奔向对方。见蒙兰过来，奶妈假装关上门逗他，没曾想聪明的萌儿竟咬着门扣往里拉。江左梅梅感觉到有股力量要把门打开，她从缝里偷偷观察着小蒙兰，然后还蹲下摸了摸他的小鼻子。起劲的萌儿想从门缝里钻出去，结果美奶妈眼疾手快关上门，但被拒之门外的小蒙兰并没放弃，小手扶着门想站起来，却摔倒在地。而看到美奶妈开门，小家伙还戏精躺在地上不起来。谁料趁奶妈一个不注意又往外钻，如此古灵精怪的萌儿，难怪能让阅熊无数的江左梅梅直言最喜欢。我最喜欢我萌萌仔，萌三好乖的，脸好圆的，这一届里面脸最圆的吧。杨奶爸遭举报虐待大熊猫蔓越莓，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起因是蔓越莓吃胡萝卜不小心被卡住，杨奶爸意识到不对后，赶紧拍打他的后背。由于大熊猫的毛皮外套特别厚实，为了起到效果，所以奶爸拍得格外使劲。紧接着他还用了海姆立克法急救法，这才帮蔓越莓成功脱险。然而就是杨奶爸的这一通操作，却遭别有用心的键盘侠举报虐待大熊猫。要知道蔓越莓很小的时候就由杨奶爸照顾，奶爸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而蔓越莓也非常依赖对方。小家伙经常整个黏在杨奶爸身上，缠着对方给自己剥笋子吃，奶爸也心甘情愿成为御用剥笋机。当杨奶爸递给蔓越莓剥好的笋后，小家伙都会凑到对方身边坐下来，然后亲密地依偎在奶爸身上。
有时候还会望着奶爸偷偷亲一口。当杨奶爸邀请蔓越莓一起拍照时，他会很自然地把手搭在奶爸肩上。有时奶爸还会叫上蔓越莓的妹妹冰冰。为了统一道具，他还从蔓越莓手中掰走一大块窝窝头，并且还自然地把脚搭在小家伙身上，而蔓越莓也把脚搭在了妹妹冰冰身上。只要看到奶爸，他都要缠着对方，即便对方忙着打扫卫生，他也会抓住奶爸的腿，让他陪自己玩。看到杨奶爸一只手还在拖地，蔓越莓直接抓住拖把，然后深情望着对方，用眼神跟奶爸交流。而得知蔓越莓的后肢力量不足后，杨奶爸就拿着窝窝头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训练。现在的蔓越莓不光能直起身子站好久，还会双手叉腰和杨奶爸吵架。虽然杨奶爸照顾孩子温柔细腻，但父爱也有山体滑坡的时候。这天奶爸陪着小家伙荡秋千，结果荡得很远，蔓越莓在上面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他会把调皮的蔓越莓放到垃圾桶，当小家伙不听话时，杨奶爸还会抱着他来个过肩摔，然后顺势把蔓越莓背走。杨奶爸还会变着花样给蔓越莓兄妹做造型，给小家伙戴上荷叶帽时，还贴心的扣了2个洞露出耳朵来，还会把餐盘放在蔓越莓的大脑袋上，给亲儿子戴上运动帽疯狂拍照。蔓越莓就吃着东西乖乖配合对方，杨奶爸甚至还拿麻袋给孩子做造型，真是有心了，就是这眼光实在不咋地。而大熊猫和饲养员如此有爱的关系，却还遭到键盘侠的攻击，实在让人寒心。谁能想到三太子只是睡了个觉，家就被偷了。这天萌兰在内场呼呼大睡，全然不知奶爸奶妈把家给搬空了。大铁链子也拿走了，大蓝桶也被搬走了。醒来后的三太子看着空荡荡的院子，直接傻眼，然后开始趴在门口找木叔要玩具。木叔你在吗？你别走啊，我们对一下账吧。你要给我新玩具啊！恐怕此时萌兰的内心一定在想，都那么努力整活要把北东干上市，怎么睡了一觉就宣布破产了？看来只有越狱才能改变熊生了。要知道萌儿始终认为自己是被管的，而江湖上还流传着他被绑架的视频。只见萌兰正在开心地吃着竹子，突然2名黑衣壮汉闯了进来，默儿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撂倒在地，随后2人不由分说把他抬了出去。此时萌兰的内心害怕极了，而比萌兰更害怕的是隔壁司汤圆。目睹全过程的他被吓得瑟瑟发抖。从那以后，司汤圆再也没见过三哥，而他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怪怪的。从前只是 cos 待产母猫骗点盆盆奶喝，或许是害怕自己也被绑架拐走，司汤圆竟开始模仿起了两脚兽，没事在院里晒晒被子，看到有灰尘还知道用手掸一下，最后照急忙慌走的那几步，像极了赶着去打麻将的老嫂子。然而让司汤圆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在这里装疯卖傻，三哥早就一跃成了太子爷。不过刚到北洞的萌兰还是有些拘谨，经常待在小角落里独自玩球，趴在铁网上偷偷观察外面的游客。或许是看出了粉丝们喜欢自己，梦儿还开心的摇头晃脑摇起手手。之后他还爬上木架给游客表演道理。在树上玩累的萌兰又跑到围栏边，热情的给粉丝们互动，开始卖萌，还给他们展示自己的大红头。但很快萌儿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太子，从小事业心就重的他开始操持整个家业，每天不仅要变着花样给粉丝们整活，还要保持男明星的素养，自律健身。而看到隔壁萌玉萌宝打架，做三哥的还要缓和妹妹间的关系。这天三太子好不容易坐在铁王座上歇息，突然听到游客反映萌玉和萌宝又打架。萌兰，你妹妹打架了！萌兰也吃不下饭了，立马跑到隔壁，心想一天天的不让我省心。眼看姐妹俩打得火热，萌儿着急的趴在铁网上开始劝架，可萌玉萌宝谁也不听三哥的，萌兰急得上蹿下跳，甚至想翻墙过去。最后三太子转念一想，反正妹妹们经常打架，干脆不管了，趴在一旁开始看热闹，还开心的摇起手手想加入一起干架，希望三太子能一直这样快乐下去。他是大熊猫金虎心中无法提及的过往，当年他的事迹成熊猫圈最大的乌龙事件，甚至还惊动了新华社，让无数猫粉震惊。2014年，大熊猫娜娜产下一对龙凤胎，2小只活泼好动，格外可爱。浦发银行一眼相中了姐弟俩，终身认养，分别取名普普和发发。姐姐普普继承了妈妈娜娜的美貌，长得十分秀气，性格也十分黏人。很快4岁的她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远在大连动物园的金虎对她仰慕已久。正所谓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不久后，普普外派到沈阳森林动物园，这里离金虎的老家特别近。金虎奶妈为了自家孩子的幸福，立马买了车票赶去沈阳给儿子说媒，并且还给金虎重新装修了新房子，准备迎接家人过门。然而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起因是这天早上，饲养员发现了普普的异样，凑近一看，他的腹部长了2个凸起的肿瘤。于是动物园立马组织了专家，对普普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最后结果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原来银行家的大小姐从始至终都是个男子汉，那2个凸起其实是他的蛋蛋。一夜之间，普普成为银行家的嫡长子，弟弟发发彻底失去财产继承权。更惨的是，准新郎金虎到手的老婆变老铁，
话痨的他每次听到普普的名字都会沉默。我说普普啦，金虎啊，金虎，你刚才听我说普普了，你走了，你不愿意听见普普呗？你不愿意听普普是吗？没有据说事发后，金虎整日参禅打坐，再也不过问红尘俗事。沈阳动物园为表歉意，还对普普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他今后的行为举止阳刚一点。都知道你是公熊了啊，你以后得注意点，别这么娘，都是人说你娘了。热心的粉丝还给普普送了个扇子，上面写着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奶爸经常拿着给普普扇风，时刻提醒这小子摆正男熊的身份。还别说，普普从此以后真有所改变。这天他为了展示自己的雄性荷尔蒙，直接徒手拍死了院里的小鸟。如果不是奶爸拦着，恐怕普普还要生吞展示男熊气概。哎，普普不能吃啊！不行吃啊，普普玩儿行。行了，普普不养啊！此外，普普还是个怪力熊熊，能用一口好牙咬着绳子挂在半空，担心他掉下去的奶妈急得大喊：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全用牙，普普不行，那手不许松啊！并且普普的脾气也格外大，当初只因奶爸拿走了自己的玩具，就气得在地上打滚，还抱着竹子一通乱咬以此泄愤，然后又站在墙头满脸怒气质问奶爸为什么要把本少爷的玩具拿走。最后气得他直接搬起一块石头，看那架势似乎还想砸奶爸。不仅如此，这小子上班还摸鱼睡觉，到了下班的点更是多1秒钟都不等，直接走到门口就开始哐哐敲。不愧是银行家的少爷，就是财大气粗。今天是小福宝离开妈妈和爷爷独立生活的第一天，他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努力的抬起头假装坚强。营业前，福宝先是在门口望了望，但并没有看到江爷爷和妈妈的身影。随后他独自来到最常待的木架上，背对着游客，心情低落的吃着竹子。没有了爷爷和妈妈的陪伴，竹子都变得不美味了。想到从前吃饭都有家人陪自己，福宝开始变得狂躁不安，躺在木架上，通过撕咬竹子的方式来发泄。过了一会，小福宝来到了门口，他静静地趴在石头上，看着紧闭的门，心想妈妈今天怎么还不出来？就这样等了很久很久都没见到妈妈的身影，然后就失落地走开了。福宝孤零零地坐在地上，此时的他多希望爷爷和妈妈能够出现。福宝抬头突然看到了院里种的景观竹，他想到自己从前吃竹子自助餐的时候，江爷爷都会在一旁立马阻止。于是小福宝走到了景观竹前试了试，可这次不同以往，等了很久他都没听到熟悉的声音。过了一会，福宝满眼失望地离开了。随后福宝来到玻璃门前，落寞地坐着，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些不熟悉的面孔，试图从人群中找到爷爷的身影。结果他真的看到了熟悉的江爷爷。福宝欣喜若狂，像得到糖果的小孩一样，立马跑到了离爷爷最近的位置。他努力地站到玻璃窗前，伸长胳膊，迫不及待想跟对方来了亲密贴贴。江爷爷看到后立马和他挥了挥手。福宝看到后摇头晃脑跑到木架上，紧接着他开心地爬上了树。能看出小福宝这次爬树的速度比以往都快，似乎是想起了以前每次爬上很高的树枝时，江爷爷都会焦急地在下面提醒危险，所以他希望爷爷快点回来继续保护自己，又或是小家伙在用行动告诉爷爷自己已经长大了。所有的爬树技巧福宝都掌握了，未来爷爷和妈妈不在的日子里，福猪猪一样可以照顾好自己。要知道大熊猫的天性就是独居生活，尽管江爷爷真的很爱他的宝贝孙女，但他更在乎福宝可以健康快乐的生活，不能和福宝朝夕相处。相信没有人比江爷爷更难过，毕竟亲手带大的孙女又怎会没有情感。身打群狼被追杀逼至悬崖边，全靠两脚兽舍命相救得以重生。大熊猫北川的熊生到底有多传奇？2010年，在四川省北川县江河村的后山，村民们发现了被狼群逼至悬崖边的北川，并且人们还看到大熊猫和狼群打斗的痕迹，所以推断此时北川的情况恐不容乐观。由于大熊猫躺的地方非常陡峭，一个翻身就有可能陷入万丈深渊，这也大大增加了村民拯救它的难度。于是人们立刻打电话给当地林业局求救。在等待救援队到达的过程中，村民们担心附近的狼群出动报复，便寸步不离守护在北川身边。期间村民还用竹竿递给他吃的，祈祷北川能平安撑过救援赶来。在面临艰险的山地和深夜的情况下，经过一番精密的部署工作后，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奄奄一息的北川从悬崖上抬下来。过程中，人们发现大熊猫出现了严重脱水，于是在附近的木棚进行了输液抢救，然后立马连夜将北川送到最近的熊猫医院接受治疗。经过检查，发现大熊猫的肝脏和胰腺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并且快3岁的它体重只有50公斤，受到根肋骨清晰可见。见此情形，医疗人员立即对其进行了抢救。在经过漫长的20天观察，北川终于度过了他的生死难关。之后，他就此住进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拿到编制后过上了吃喝不愁的生活。如今北川已经在基地住了13年。由于北川是在野外出生的，所以他特别珍惜食物，每根竹笋都会吃得干干净净。他也成功把自己吃成了包子脸。北川有着圆圆的脑袋，小小的眼圈，耳朵总是直挺挺的竖着，活脱脱一个田径系大美熊。
还被评为了基地之花。而身为野一代的北川警惕性还非常高，周围出现风吹草动，他就会四处探查。吃东西的时候遇到的拉竹子的车经过，他也会停下来警惕地盯着，直到目送车走远了才解除警报接着吃。并且北川还特别爱吃深夜竹子自助餐。这天他看到隔壁房间有一筐竹笋，北霞立马拖动竹筐想着吃个夜宵，而他的大脸盘子正好是3个栅栏的宽度，因此北川还被网友戏称为3蓝脸。可以说北川在基地只有2个状态，要么就是不停的干饭，要么就是挂在树上观看幼儿班的熊猫。猫粉还亲切地称她为尽职宿管阿姨。如今北川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离不开村民、救护人员和基地饲养员的悉心照顾，而这想必才是大熊猫保护基地存在的意义。也希望每一只国宝大熊猫都能得到善意的对待。看到荷叶开心回应游客才知道，原来他只是不会说话，但他什么都懂。当小叶子和花花一起干饭时，游客叫了声荷叶的名字，他立马转过头来回应对方，看得出他很在乎游客对自己的喜欢。当初花花因身体不适休息时，小叶子每天在外场积极营业。那段时间来看弟弟的游客突然暴涨，荷叶每天开心倚靠在树干上翘着小脚脚。他只是个3岁的小孩，他也想要得到游客的关注。真的无法想象小叶子被游客赶走后，内心到底该有多难过。那天他孤零零地坐在木架上，望向外面大批游客，心想为什么他们都喜欢姐姐不喜欢我。小叶子的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他抬了抬头，忍住不哭出来。要知道荷叶是非常通人性的大熊猫，每次谭爷爷进到外场喂荷叶时，小叶子都是保持安全距离跟在身后。聪明的他还能听懂游客讲话。虽然小叶子察觉到游客很喜欢姐姐，但他更喜欢姐姐，所以荷叶并不会因此和花花生气。荷叶从小就很会照顾姐姐，花花吃竹子时，他会用手托着姐姐的背。当花花顺势倒在弟弟身上后，小叶子还偷偷亲了花花一口。看到姐姐在睡觉，他就安静地坐在一旁当护花使者。花花累到躺在弟弟的怀里，荷叶就会一动不动给姐姐当枕头。然而就是这样的小暖男荷叶，却遭到游客3番5次的戏弄。这天外场温度特别高，小叶子无精打采独自在树林里玩。然而一名游客为了把他吸引过来，竟播放了谭爷爷喊荷叶的录音。小叶子听到最爱的谭爷爷召唤后，高兴的立马屁颠跑了出来。可四处张望了很久，他都没有看到谭爷爷的身影。此时荷叶全然不知游客欺骗了自己，或许他也想不明白游客为什么欺骗自己。没见到谭爷爷的小叶子不舍离开，找了很久后，他决定坐在地上等对方。就这样，荷叶在不良游客的戏弄下，在大太阳底下晒了很久。一位好心的小姐姐立马通知保安，保安，这里有人放录音。而谭爷爷得知此事后赶到外场，把小叶子喊回去吹空调。听到爷爷的声音后，荷叶立马朝对方奔去。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而最好的荷叶也值得所有人关注和喜欢。直到看见茱萸折断树枝从高空坠落，才明白大熊猫是怎么成为稀有物种。这天，茱萸飞速爬到很高的树杈上，然后在空中表演了一段杂技。游客看到这一幕被吓得心惊肉跳，可熊中哈士奇茱萸却丝毫不慌。为了检验树杈的最大弹性，茱萸继续在上面疯狂地扒拉，最后在它的坚持不懈下，树枝终于断了。而茱萸则是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蹲。只见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屁颠往屋里跑，收工回家。很难不让人怀疑茱萸今天的 KPI 是整断这棵树。2020年10月25日，大熊猫庆贺产下一对龙凤胎幼崽。由于当天正好是重阳节，便分别取名为重阳和茱萸。次年学习强国认养了这对兄妹，哥哥重阳取名强强，妹妹茱萸取名博和。可以说兄妹俩可是肩负着推广大熊猫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网友还调侃两小只是不折不扣的公务熊。茱萸自出生起便长着一张委屈脸，最明显的特征则是有一颗爱心脑袋，生动展现什么叫连头发都是爱你的形状。小时候的茱萸和花花简直是姐妹情深，她们会玩同一根小树枝，甚至还非常默契地卡到一个洞里。长大后的她和哥哥重阳搬到小二班，而重阳虽然是哥哥，但他却是只嘤嘤怪小熊。每次谭爷爷在小二班钓猫时，5只小熊都会排着队赶来。当谭爷爷喊着重阳却把窝窝头给茱萸时，他就会一直嘤嘤叫，示意对方给自己投喂窝窝头，并且相较于隔壁的韭菜花叶，每次开饭都打得热火朝天。这边的小二班就显得格外和谐，每次干饭时5小只都乖乖坐成一排，并且还会一边吃一边跟游客无障碍交流。叫好像是茱萸在叫，是你在叫哈？你在叫啊，宝贝。是茱萸在吗？此外，茱萸还是个下班困难户，每次他都要爬上10多米高的树，任凭谭爷爷怎么在下面喊都一动不动。一开始谭爷爷还以为他听不见，于是不停地敲着手中的饭板，可茱萸只是单纯的不想理，然后换了个姿势继续呼呼大睡，甚至还进行了一个高空抛粪的大动作。谭爷爷满脸无奈，欲言又止。经过漫长的拉锯战，茱萸才不紧不慢从树上下来，然后嗖的一下窜到了屋里。这速度不知道是她好姐妹花花的几倍。如此古灵精怪的茱萸，网友们爱了吗？